每次要直播，我都是被这 YT 搞得乱七八糟。他每天都给你一个新状态，打刚好的新状况哦，这个以前都没有发生过的，打刚无为啦。今天应该还好吧？那还好就好。对完了，刚荧幕跳不出来，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来，阿曼，等阿曼哦，兄弟们赶快上来哦，赶快上来哟，又来了，又来一个没有那个的。你们看得到画面吗？奇怪是安怎呢？啊，有了，看到。OK 啊，今天也是刚刚回来啊。最近真的有很多人找我，最近真的有，很奇怪，所以我是说嘛哈，我是越做越有信心啦，因为一根开始有人哈，开始要想参选的人开始找我了，刚刚又去见了一位，但是还没有确定之前先不说啦，因为有些人还在犹豫嘛，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广招英雄了哈，你想，你知道时代力量他在用要那么104是吧？那个征才网站在找人来参选嘛。我们也公开征召哈，你有地方实力的人哈，国民党、民进党不愿意提名你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哈，都可以找我们。不管是蓝的是绿的啦，只要认同我们台美党的精神，只要你反共，而你没有前科，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个很简单哈。哦，当然你如果有别党的资格的话，那你要选择其一了哈。你要选择对方党来对吧？提名你还是我们党，因为我们是柔性政党嘛。我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只有我们党籍，你有别党党籍我也不怪你，但是我们不可能共同提名嘛，因为法律不允许两党共同提名嘛哈，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如果我们没有能量哈，不会有人来找我们的，我们党都还没有成立好不好？我们党都还没有成立，为什么开始有人找我们，跟我们谈要用我们党提名来参选的事情？从现在开始都会有人来谈，好，都会有人来，很好玩的。我跟你讲，真的是能量出来了，各位跟我们一起打拼的朋友们，你们的努力已经开始看到回报了。各位被政界的人士认同，他愿意用你的政党提名来参选，他比你看得清楚，因为这些人一辈子都在政界打滚嘛，所以他们看得懂说，哎呦，这台美党是有能量啊，有能量，他看得比你清楚了啊。所以说慢慢来，我想应该很少政党这样了哈，像我们这样还没有参选。那个里长更好啊，只要愿意都可以啊。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参选里长、议员了哈，你都可以找我们，我们希望把这个党的那个基层做大。当然从基层做起啊。那不可能开始有选总统嘛，当然是从里长、议员开始嘛。这一次也是里长跟议员而已啊。当然，不过因为如果你说乡镇长那个我不知道我们能量有没有办法升到那么远了哈。不过都可以讨论哈。你要用我们台美党提名都可以，代表什么都没事，都可以，代表也可以，哈。我觉得这样的话，让整个台湾的发现说，哎呦，这个台美党挤出来很准，他能够提名这么多，那就是他的能量代表，还表示他有能量，好不好？乡镇代表我也接受，都接受，好不好？他买几件黄金圣斗衣啊？我西装有7、8套呢，还不够啊。今天这一件是因为那个什么，从外面回来还来不及换衣服嘛，就穿这件今天在外面跟人家战斗衣的，这个是从外面战斗回来的战斗衣啊，没关系啦。哎呀，人家老灰啊，老灰啊，不是靠外表取胜的是吧？外表取胜，你们坐下了，是不是哈？现在了哈，我们那个我们居民老师帮我们做了一个19分多的那个什么台湾人
重修现代史那一段哦，那一集会红，然后已经引来了很多的什么国民党的支持者开始在留言了嘛，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太什么专家嘛，忘了，留了一大堆了哈。然后呢，他用 AI 来查我，你知道吗？他用 AI 来查我，结果我觉得很奇怪，他是个历史专家，他觉得说我说的不对，但是他居然是用 AI， 比如说 ChatGPT 那个去查我，我就问你，你不是专家？你不是专家？你是专家，为什么你是专家，你为什么还要靠ChatGPT 来帮你那个？我觉得很好笑了，很好笑了哈。但是有一件意思表示说，ChatGPT 已经可以查到我们的事情了哈，表示我廖金章今天谈近代史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有能量发出去了哈，已经开始有能量发出去，有让国民党开始害怕。我把这段念一下，因为这段很长，你知道，我把它念一下哈。就请问网络上有一个叫廖金章的网红，他所讲的中华民国历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AI 回答：廖金章这位网红通常被称为廖大哥，在社群平台上讨论的中华民国历史与政治观点，在学界与一般大众眼中是非常两极化。当然了，因为你们大部分都是被什么被洗脑了，他们能对真相本来就比较不了解哦，所以说这个很正常。然后要判断他说的是真还是假，我们不能简单的二分法，而是要看他讲述历史的出发点与论证方式。一，他的核心论述强调正统性与被掩盖的真相。廖金章的观点通常围绕在中华民国早已灭亡或现有历史课本被篡改等极具冲击性的议题。他经常主张批判国民党与共产党，他认为国共两党在历史论述上有很多合谋或隐瞒之处。质疑辛亥革命的诠释，他会用比较庶民甚至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方式去解构孙中山或袁世凯。二，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类叙事？在历史学的角度，廖金章的讲述通常被归为翻案式历史或政治评论，而非严谨的历史研究。当然了，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历史系的，我跟你玩研究严整的历史的，神经病啊！我没有那么惨了，去沦落他研究你们这些会史，好不好？真实的部分他有时会引用一些较少被主流课本提及的史料，例如革命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苏联对国民党的渗透等。这些细节在学术界并非秘密，但对一般民众来讲可能很新鲜啊！这不是听我们他虽然在打击我，可是他是吧 ？AI 讲出来，其实不就是在辅助我吗？这个是一般人不懂，但是学术界认为根本不是秘密啊，是不是？争议的部分是过度解读，他常将复杂的历史发展简化为特定的阴谋或个人野心。开玩笑，我又不是上历史课，我当然是简化啊，难道我还一点跟你讲啊，是吧？我有那么多时间啊，我要以后改成我这频道改成历史频道好了，是吧？这些都是笑话了哈。情绪化与主观，他的讲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政治色彩，废话。我又不是教授，我又不是上历史课，我在讲政治评论，当然有我个人的色彩啊。这关不是这不然 AI ChatGPT 就是这样，不奇怪哈。缺乏互证啊，严谨的历史需多方史料、档案、日记、报纸、外国文献互相对照，而网红都是往往只取其一，忽略了反向证据。那我就问你啊，那这么说你们跟我们讲的会史，你们教我们的那些假的历史，有哪一个出处？你告诉我，他有什么佐证？你告诉我，全部比我们更什么更苦口好事的啊，是吧？我是网红你是什么国家的什么历史编撰机构？你都比我还忽悠了，你还说什么开玩笑，对不对？所以没有关系，我喜欢拿出来念念，让大家笑一笑了哈。廖启功，我们今天讲的近代史已经产生能量了，为什么？让很多国民党人害怕，而居然 AI 可以查到我们的观点，而且这些东西讲的我觉得 AI 还是蛮厉害的 ，AI 就能抓到这些点。说真心话啦，他讲的我是认同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政治色彩比较鲜明的人嘛。
他能够看到A 案看到这一点不容易哦，不容易哦哈。他忽略了反向证据。如何解读他的内容呢？当你在听这些网红讲历史时哦，建议抱以下态度：一，当作观点而非定论。废话，当然是观点而非定论。他提供的是一种历史解释的角度，这有助于打破课本的单一叙事，但不代表这是历史的唯一真相。注意事实与推论的边界，比如孙中山在美国看报纸才知道起义的事，这是事实。他们自己讲啊，孙中山在美国看到报纸才知道啊，原来辛亥起义革命了，这个事情是他们来认证啊，不是我来认证啊。也就是说，从第一次到11次的革命，孙中山都在海外哦，他们帮我们认证了，好不好？好，但他说孙中山在美国看报纸才知道起义的事，这个是事实。但衍生为说孙中山是个骗子是没有，是吗？哎，来，我糟糕，跳走了。怎么跑到没有这段？哦，对了，他刚刚讲的说孙中山在美国看到报纸才知道起义的事，这个是个事实。但是我把它演绎成孙中山就是一个什么野心分子，这是过度演绎，这个我没有关系，我可以接受。当然，我们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我有很多东西可以佐证的，好不好？的一种历史解释角度，这有助于打破课本叙述哈啊，这个我知道。交叉比对，如果他提到某个具体事件，例如某个密约或会议，你可以去查啊，这个就后面这就不用讲了，这是大概就是讲一些学术的东西了，没什么好讲。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讲这个东西，我没有想过 AI 都能查到，而且他把我的整个论述说真心话，还归纳的蛮完整的，所以我还蛮佩服这些 AI 的，是吧？他居然把我自己内心，我在讲的时候，我内心有一点什么，我讲的时候内心有一点小小的什么纠结的东西，他都抓出来了。确实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啦。因为第一我嘛无遐多时间跟你讲啊，这清楚啊。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又不是学历史的，我只是在传播真相，整个事件的始末，我跟各位讲，但是很多枝微末节我没有那个时间讲，是不是？好。大家有个观念哈，辛亥革命是哪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1911年10月10号发生的。孙文什么时候回中国的？1911年12月25号，也就是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了多久？发生1个月多，1个多月，快1个半月。他才回到中国，这个就合理了。这个网上都可以查的哈。而他什么时候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号。各位，你看，这不是一个玩笑话吗？他整个什么，整个的什么起义，10几次起义哈，他都在国外。他回来了。1911年12月25号回来，1912年1月1号就任临时大总统，这当中只有6天到7天，一等6天7天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为一知道说，因为那时候已经14省都喊独立了，然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会变成怎么样？他回来7天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袁世凯是什么？而清朝是什么时候退位的？他1912年1月1号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清朝是在1912年2月12号，也就是说，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11个月零12天，清朝才宣布退位，对吧？表示说一介人就干跳，你知道，所有东西他都没有处理，但是他已经看出来说清朝快要退位了。因为袁世凯故意不愿意剿灭这些，我不是讲了吗？武昌起义的时候，冯国璋带部队到了武汉3镇，一下就打下2镇了。最后是哪一个镇我忘了哈，是汉阳还是什么忘了。就是说，
冯国璋一下就把武汉3镇打下2镇了，把革命党消灭差不多。可是是袁世凯挡住他，不让他继续打嘛。冯国璋还搞不清楚，还一直发电报说到底打不打啊？我一下就可以把他打掉了。可是袁世凯不愿意嘛，所以他最后看到这个傻子这个冯国璋是很会打仗的人，我就你这么会打仗，脑筋不好，换谁？段祺瑞去嘛，段祺瑞去就知道原来啊，他知道袁世凯的意思嘛，所以他就按兵不动嘛，按兵不动就让什么其他的14省看到这个样，哟，连武汉3镇你们都打不下来，其实是人家不愿意打了说你新军就是说北洋军，你们清军啊，等于清军，你都没有办法把武汉3镇打掉，其实人家故意不打，所以有14省才开始独立嘛。那个时候孙中山就发现机会来啊，从美国赶快跑回来7天后就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而在1个多月后，到2月12号，清朝呢宣布退位。那袁世凯是什么时候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是3月10号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什么？因为袁世凯就是说，我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你这些革命党是我故意留你们，叫做养寇自重，我是故意不什么，我故意不把你们打掉，你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然后你居然还敢就任临时大总统，所有的部队权力都在我这里，我随时要灭了你嘛。孙中山就什么像小丑一样，你不觉得？从美国回来7天后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不是在开玩笑啊，他就是在什么在玩弄政治嘛。袁世凯说：“你再这样我就打你了。”他赶快退下来嘛，所以才有袁世凯就任。袁世凯在什么？在3月10号就任临时大总统嘛。袁世凯3月10号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呢，他再等到1913年的10月10号才正式就任正式大总统。为什么？他说：“哎呦，什么？他说什么？孙中山礼让，孙中山礼让个屁呀！他如果会礼让，他就不会抢先在袁世凯面前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以南方自己画嘛，南方自己喊的嘛。真正的军权在袁世凯，在北方，那谁理你啊？所以当袁世凯呛瞎了，就赶快丢起来嘛。所以说，整个事情跟他都没有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的这一段呢，这一段很多国民党已经传到国民党，他们很多人的耳里了，很多人开始受不了了就这人动不掉就这样动不掉会怎样？就开始来跟我们。他会来跟我反驳嘛？那个叫太什么的专家，他留了一大堆啊，我全部给他反驳回去嘛。我的意思说，你都不是我的对手，你退了，你不是我对手。你用了那么多心思，给我留了那么多言啊，我几句话就把你打掉了嘛。你也是专家，你要得用 AI 来，怎么还要用 AI 来什么来反驳我呢？是不是？而且我讲的东西。我本来讲的东西就有什么，就有事实的根据。你可以逐条的找出我哪里错了，对吧？你没看到，你国民党的人没关系你觉得我在污蔑你们的领袖没有关系你告诉我哪里讲错了大家可以讨论甚至可以辩论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会讲他会呼口号你这个就是什么伪造历史你这个就是什么都是给你什么？给你戴帽子，给你什么呼口号，给你讲大词，带你你就这样讲，国民党的人哪怕学历史人都是那么贫乏。那个人应该是学历史，搞不好就是那个另外我们一个网友的弟弟，搞不好是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对我的说法很不同意嘛。问题是他找不到点来反驳我呀，我讲的拢真的所以他只能用那些什么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反驳嘛。那这块物件在我们这种逻辑这么清楚的人身上你这些话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我今天大概先做节目之前，先把这一段讲清楚。好白个讲安尼就是因为我们居民老师已经做了一段19分钟，那个什么，
台湾人必须要什么重修的什么现代史，那一段我觉得可以慢慢转发给所有人看，不是蚊香，那个什么香薰，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是龙脑，可以安神的，龙脑很贵哦，龙脑1克50块，一克50块，不是我买的，是粉丝送的，所以它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龙角散啦，哈，那个什么西瓜霜啦，什么那些东西的最主要的原料啦。所以这个熏的话哦，我那个味道好香，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啊，所以我做节目都喜欢闻一下嘛。对你的喉咙会好，非常好，就是龙角散的主要原料啊。不提那个，我们不是没有在卖东西哦，对吧？国民党的惯性先扣帽子，没关系，你扣帽子，你干嘛才扣帽子行？可以扣得好一点。你扣帽子可不可以扣漂亮一点？你可不可以去查一下历史再扣？就扣不了，我帽子用 AI 来了，哎，没有关系啦。我讲你退了，你不是我的对手。辩论你哪安尼什么辩论能赢啦，对吧？辩论要有理有据啊，是吧？也就是说，国民党跩人来，你们斗手娘哩啊，斗手娘哩。什么老人味？你们搞惊？我最怕人家说我老人味了，跟你讲。你知道我们居民老师说他做那一段台湾人要重修历史那个19分49秒那段，他说做了80个小时。为什么80个小时？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讲的每一段他都要找到史料的根据，他找到根据出处，他才敢把它放下去。一时节就严谨的人啊，所以之前他也是做过的嘛，他每一段的那个什么那个史料、那个证据啦、那个什么那个文献啊，他都全部找出来啊。所以为什么他做的后制会那么的好看？因为真的非常严谨，所以他做过的我就更放心了哈，我就表示我讲的没有错。也许我讲的不够严谨，但我讲的都是事实，好不好？好不好？龙眼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它叫什么？它叫龙脑啊，龙脑冰片啊，我怎么知？好，这个代志告一个段落。反正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哈。当 ChatGPT 都能查到你的时候，表示你可以什么？表示你已经可以有一点声望，表示你已经有一点声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算一个小网红了哈，但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产生的能量已经可以在 ChatGPT 上查到了哦，这个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ChatGPT 可以查到你的话，你的声量是普及度够大，所以 ChatGPT 它有一个坏处了，就是说不是每件事它都能够找那么清楚，它一定是普遍有那个声量，因为它是大面积的从 data 里面去找嘛。所以我们的东西一定有一定的 data 量时候，他才找得到那些东西啊。而且我认为他评论我的时候，评论的非常的精准，表示他已经收集到非常多我们的资料。按那标题上，各位表示我们做的事情已经扩散出去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东西啊！蓝营的人找了很多 AI 的资料来反驳我，结果让我觉得说，哎呀，你真的是在鼓励我啊！因为居然我们这样一个小人物，在 AI 上可以找到我们的论述，而且他可以把你的论述评论的让你觉得，哎呦，入木三分，好事，好不好？天地同山，民生主义，天地同山，天地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分不清楚，啊。我不知道，你说 AI 搜索很快吗？我自己手机我有下载那个 ChatGPT 嘛，我一直查不出来，可能那个什么，可能也是付费的，我这个是免费的哈，付费的可能资料更完整了，我们这个免费可能都是皮毛，所以我用我的 AI 一直查不到什么东西啊，这个可能我一直没有去付费了，所以我就想说免费的用看就好，好不好
ChatGPT 是一定会错的，所以 ChatGPT 不能拿来当证据，因为它只是所有的什么 data 里面再找出来的东西嘛，它浓缩出来的 data 嘛，所以它不一定是什么，它不是真理。如果每个人，所以说中国的什么 DeepSeek 为什么说中国 DeepSeek 现在已经没人用了？一开始中国 DeepSeek 很多人用嘛，后面才发现说，因为它的资料来自中国的 DeepSeek， 它的资料来自什么？来自百度嘛，所以百度有太多错误了，所以为什么全世界的 GPT 里面只有中国的 DeepSeek 是会说谎的？不是它会说谎，是它的资料就是百度就是说谎的中心嘛。所以为什么本来你知道 DeepSeek 刚出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股票大跌，科技股大跌，哇，用光用比较低的钱就能造成那个好的效果，所以为什么 DeepSeek 现在没有人用了？因为它会说谎啊。电脑怎么会说谎？不是会说谎，因为他的资料，他不愿意让 DeepSeek 从世界，比如从 Google 去找资料，因为这样的话被控制了嘛，所以他们用百度去找资料嘛，用百度当资料中心，所以全部都是谎言。你看这个就是说，是中国人工嘛，是因为他被控制之后被什么铁幕封锁之下，他们的资讯来源有限，所以很多东西最后都是什么？荒腔走板，就是这样。好 ，OK， 这精密啊，OK， 好，为了这真的很强吗？我以后也来看，再下载一下。不过因为我这个手机现在是苹果13哈，我从回来买了苹果13到今天已经快4年了。我是觉得是不是它的系统是不是有点慢还是怎么样？可能但是我还很好用，我又舍不得换。其实如果再换新的手机、新的苹果的话，可能要下载这些东西会比较好用了。现在我这个有点旧了啊。其实你们说苹果手机划不划算，值不值得？如果你是打电话，它真的不值得了。你是打电话它不值得，但是你如果有很多要用它的功能，我还真跟你讲，它非常的值得。你看我们这样做直播，灯光你怎么都不用调，用这个就不用调灯光了。我就是房间里正常，我这就是房间里正常的灯光而已哈，我没有任何补光了，我没有任何朋友来说，你的直播设备是什么？我就是这个手机啊，有尽量 gay 啦，当然啦，对啊，电池衰退没关系，换一个就好了。好，苹果。说真心话了，我还是一直都用苹果了。苹果开始我就用苹果了，因为说真心话，它比较划算。虽然它看起来比较贵，对不对？可是它可以用很多年了。我这个用到第4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我如果说要继续用，我这个还是可以用好多年啦。我就问你中国的手机大概2年，1年多2年就开始卡了不行了。如果它不是用时间的问题而已，因为你一直用同一只手机，你的资料都不用去动嘛，对不对？我这手机用5年，我资料5年都可以延续，多好，是不是？所以人家这个钱还是可以的哈。对啊 ，DeepSeek 是要被中共审查了，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刚讲啊 ，AI 是垃圾进垃圾出 ，AI 时常互相矛盾。我常问 AI 这块大奖。所以啊，当然是这样啊，这个不用讲了，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了哈。对啊，我是用苹果13直播的啊，我从4年前回来买了第一只买了那个苹果13，一直直播到今天啊，因为它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没换了。第二手卖比较高哈。对啊。我前年我不是我个苹果6，我苹果6还在用啊，但这2天最近坏掉，因为它不能什么，苹果6没有坏哦，只是它已经不能 update 了哦，它不能 update， 所以很麻烦，所以我就算了不要了，要不然我那个苹果6还拿来看电影还很好看呢。苹果6开始卖偌久啊，他妈才今年要10年嘞，10年的手机真的没有坏哦，我真跟你讲，苹果6都还可以用，所以说啊，什么比较划算？苹果比较划算，对啊，就是升级不了啊，我才放弃，要不然那个手机还能用啊，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已经把那个
把那个什么，又把国民党那些人痛扁一顿然后让更多人来谈论这个事情，对国民党的什么败亡是越来越有机会。各位，我们真的可以取代国民党。所有人都说塔山你说对，国民党、民进党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慢慢没有理想了。国民党全然没有理想，民进党也开始理想开始在模糊了。还好民进党他还反共，他抢了国民党的反共，国民党被反共理想被抢之后，他一无所有。最后呢，所有论述在我们这里，我们又反共，我们又要把台湾什么中华民国什么赶出我们的，所以最后我们入美联邦，这是整个台湾人最后的价值，最后的机会。我不跟你们搞统独，我们就入美联邦。所以这样的论述，在目前为止，全台湾已经找不到第二家。今天中午跟一个粉丝吃饭然后秘书长也去嘛，然后我们粉丝来了，他们家来4位，他老婆、他儿子、他女儿，哇！我说你好厉害你们全家都被你教的同一个立场。我们去吃素食嘛，然后他说他是国民党员，但是他觉得我的论述太吸引他了。他今天有捐党费我因为党费他拿一个信封，我也没看到，我就拿给秘书长了嘛。由秘书长去到时候去给他什么，给他收据嘛。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今天捐了多少，我看蛮厚的可能有几万块，他应该今天有捐几万块。也就是什么，连国民党的人他们都认同我们这个说法，而且他愿意什么，愿意捐款。认同跟捐款，那是还有，而且捐的应该不少，几万块是跑不掉了。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什么一个高度。一个人可以认同又捐款的话，那我就问你，他对我们这个党的论述抱以极大的期待。一共几句话我没有什么，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不要被共产党他恐吓来恐吓那常年被他恐吓他妈活在这种什么被渗透的环境那完全没有公理正义对不对？有一些这一群渗透人，他可以什么？他可以讲话完全没有公理正义他可以胡作非为到这个程度。台湾人什么时候会变这样？我问你，台湾人永远都讲道理的。现在我们台湾人现在被共产党渗透到这个程度，一般人是不能忍受的。台湾人是最讲理的，我跟你讲，你在台湾的社会用这种欧龙蛇都不讲理，硬要凹的，你真的以为谎话讲1000遍就变真理我跟共产党讲，你错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在中国行得通，在台湾行不通。台湾人逻辑太清楚了，哪里可能让你这样讲，然后整个人大家人过来骗到公司没有那种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人已经很多站出来，所以民进党你们不用再担心我会抢你的票，因为我抢国民党的票会更多。我就是那一句话，让真正反共的蓝军有地方投票。给你的兵保给你会兵保我跟各位讲，如果赖清德今天听我的话，从现在开始每周抓一个。匪谍太多了，你知道吗？匪谍多到赖清德他提供你多少弹药，你要懂得用。你一个礼拜抓一个匪谍就好了，像什么高金素梅这样的人过来行李那个华联一扣对吧？太多人可以抓，你每个礼拜抓一个，把这个热度持续到年底，然后到年底之前，你还要加一步什么？给台湾一个美丽的愿景，就是我常讲的台湾100年崛起。台湾为了要做亚太金融中心，世界的金融中心，亚太营运中心，这款物件你慢慢不停的给台湾人讲，一句一句一天一天让台湾你不但在抓匪谍，让我什么？让我信心回来了。你又告诉我们未来的远景有多漂亮？人是要靠远景的，各位。我是想说，我想避脸的所以我们人是需要靠一个希望活下去的。这个希望，你总统必须要给予人民共同的一个期待跟希望。所以以在阿扁什么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这句话这么简单，可是感动了很多人。在清德，我讲，如果你的勇气不够，至少你这个柔性东西你能做吧。这个代志你用做不开，你是要做啥好？啊，我希望你开始抓匪谍这件事情，不要只是开始而已，你要持续做下去，做到年底绝对冰盘，绝对冰盘。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冰盘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国民党员，除了舔共了，没有一个能忍受郑丽文的论述的，没有一个，对不对？也没正常的白影人也不能忍受两个贪污犯，柯文哲跟黄国昌，他也不能忍受，所以必须什么？有人出来取代这些人，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我们台美党。我们的论述让太多人太喜欢了。安尼对啊，你在讲对呢，我统独几十年来走不出去，统独都在骗钱，不要讲那用吗？不要讲统独在骗钱，统独都是一个什么假议题嘛，因为你走不出去嘛，连你们家的虎丁都行不出去的，连你们家的那个虎丁，你知道什么叫虎丁吗？你家的虎丁都走不出去，你跟我讲说你要统独，统个屁呀，对吧？是吧？如果统独是可行的，我问各位啦，统独如果是可行的，为什么到今天你一步都走不出去？如果统独可行，你今天应该走到半路上了，为什么你现在还在家里？不是家门口哦，还在家里哦，原地踏步。所以各位，如果你发现台湾的政客用统独来骗你的话，请你唾弃他，因为我告诉你，只有台美党是你唯一可以走的路，唯一可以走的路。好盯一下，不是屋檐，好盯不是屋檐，你错了，就是你们家里以前那个农村家里不是、啊、以前家哦，你要出家门口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门槛啦、啊，那叫门槛，对了对，门槛。这种你们家门槛很高，跨不过去嘛，对，就是门槛，好盯的是门槛的意思嘛。人家讲啊，恁家好盯真高了，我打不过啦，这就是在表示说你们是高级的了，我们配不上你，就这个意思啦哈。好盯，好，所以说路正在往我们这边靠。我们今天中午吃饭吃得很高兴，你知道，因为大家谈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共同的，而且他们家小孩也很认同。哇，我觉得就幸福啊，你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因为你们家孩子都跟你一样的什么，跟你一样的观念。你不会说，之前我们不是说，我们群里不是有一个人说，一个男的说什么，他老婆是深蓝的啦，所以他老婆常常偷他的手机去把什么我们绿营的群组给删光啊。哇，安利有就悲哀哈。但是我会讲说，如果你的夫妻俩的政治立场不同，那真的是第一很悲哀啦，第二是不是你比较无能呢？是不是你连你老婆都教育不了呢？台湾人讲的吼，某是爱教的吼，老婆是要教的。我跟你讲，所以你一定要有好的论述嘛，让你老婆信任你嘛，接受你嘛。那不是说，哎呦来哦，你不听话我就打你哦，不是这样哈。我们男人要学会更好的论述嘛。你来我们这边听久，你就会有论述了，到时候你老婆都会听你的，你的论述绝对会赢她的啦，是不是？你老婆听那些他妈中天的蓝领的踢中天有什么论述？我就问你，中天永远都是欧拉木贼嘛，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嘛。明明是没有道理的，他还能够义正言辞的讲哦，还讲到自己都心虚啊，你看不？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什么完整的逻辑，他是对抗不了我们的。我们这一群人最后的逻辑是比他们强的，我们逻辑比他们强之后，任何场合我们都不会输给他们。我希望台湾人的自信心强到这个地步，随时也当什么，随时可以把他们打趴下。你随时要跟我辩论，我随时帮你让你趴下。安呢，我们的气势就起来了。一个国家嘛是安呢，气势起来吼，气势起来，我跟你讲，什么都好做，对吧？所以赖清德先生，你这个气势继续造势下去，年底如果有机会，我认为年底有可能真的大翻盘。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妈他6都，民进党到现在6都都还没有办法推出完全的人，这件事是比较麻烦。如果你早就把这6都的人都准备好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这样推下去是会翻盘的，好不好？好。中配都影响先生不一定啊，那看什么？看这个老公窝不窝囊。我的所有的女朋友，哪怕以前是在中国是妈小粉红啊，只要跟我在一起之后，一定都翻转，因为我都跟他讲道理啊。我说我每一点一点的跟你讲，你们国家烂在哪里啊？如果你娶了个陆配，结果你连什么，连政治理想都不能影响他，那我跟你讲，我就是觉得你是台湾最窝囊的男人。你已经去娶人家最低级的女人了，到你连这方面都没有办法影响她，你丢不丢脸啊？丢不丢脸？连这个你都做不到吗？表示你比他们还差，好不好？你比这些女人还要糟糕，否则怎么可能不？我跟你讲啦，谁是吧？谁融合谁了？高强势文化一定是融合低级文化的，高等文化一定是融合低级文明，高等文明融合低级文明这是必然的。如果你的高级文明不够融合低级文明，就是表示你是低级文明，那就比例一想，哎，我告你比低级啊，不是让低级，是你是低级文明，所以你融合不了他，反正被他融合嘛，这就简单的道理哈。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老婆都嫁不乖啊，你没有资格跟人家做男人，好不好？蓝白不是最近不是军购开始复委了吗？这我的讲你都不爱信，你知道？美国出去谁敢这么说？你看一个什么，一个高金素梅就大概都乖悠悠啊，杀鸡儆猴啦，杀鸡儆猴大概都乖悠悠啊。你看现在复委了、啊，对吧？胡昆萁说他不会让他过阿伯气购买哦，下一个就是抓你胡昆萁啦，好不好？哦，赖清德先生，下一个先把胡昆萁抓起来，拜托拜托哈。如果你连胡昆萁都抓不了的话，我跟你讲，我相信胡昆萁的东西你已经掌握很多了。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你已经派了多少很高的检察官、很厉害的检察官去花莲了嘛？胡昆萁所有一切应该都在你掌握之中，可以收网了哈，可以收网了啊。然后呢，我就讲一礼拜抓一个，大概抓到过年，大概抓40个就好了。2026年的9合1转最大胜，没有那么困难。世界代志没遐困难，是你愿不愿意做而已。你要了解这点，好不好？好不好？哇，跟看买好像有抖内我没念呢，看一看。干你屁事！170块短谢谢。要懂民进党执政多年，对林宅血案、尹清芳命案很多关于国民党都没解密，需要廖董让人民了解这个代志。如果我跟你讲了哈，如果让我们进入政坛的话，这种代志我们一定会让他解密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密的，我跟你讲啊，陈水扁当选那一天，调查局全部销毁掉了，现在是没有什么解密了，已经没有什么解密了。但是这个真相让台湾人知道，这个是必然的。林宅血案这么严重的事情，你看，民进党装死，你看到没有？民进党装死，哎，你都执政了，为什么不能替这些人申冤呢？民进党执政多少年啦？啊，比啊，到现在几年啦？你该算看卖，18年啊啦！民进党执政18年啦，到今天有没有去很多东西？所以我说转型正义根本没有人在做。民进党失去理想了，不是我笑你，你也失去理想了。我要给你孝敬理想，你失去理想没有关系，你失去理想，上天才是给我们最好的机会哦，对不对？你们看一下我讲的对不对？民进党是不是慢慢在失去理想？执政那么多年了，你不能再做这前朝留下来的，好不好？你已经执政那么多年，如果你执政那么多年都改不了前朝的恶例，那是你的问题。做不了没关系，换人做做看啊！换人做看嘛，就知哈。王世坚这种货色哈，我不知道王世坚为什么突然变这样了，我非常讨厌。他难道不知道台派人最怕什么？最讨厌什么？最讨厌背叛的人。
所以高嘉瑜被我骂成这个样子。王世坚，我跟你讲，我已经觉得你这个人已经没救了，讲话也讲不清楚啦，人长得又那么丑，是吧？你的政治立场还不坚定，我想请问你，你要靠什么选？哦，不要去捡到一颗芝麻，不要丢了一颗大西瓜才去捡一个芝麻。你这样得罪台派啦，你去捡到几个什么中间的，还甚至是蓝营的，你能捡几个？王世坚，你这样讲，你能蓝营的中间会几个投你？但是你把大量的什么台派人给丢弃了嘛，对吧？丢了一颗大西瓜去捡回一颗小芝麻，你干没好？我认为这种人是人格的问题啦，真的我觉得他真的有问题，他真的有问题。我们最讨厌这些人哦，就你如果连台派都骂你，你看那个什么，那个本来选台北市长那个吴怡农，去到台北骂一个跟丢起，你有看到吗？因为你如果连台派都不支持你，什么都不用讲。台派都不支持你，你是不是选什么啦？你要选什么？是不是？人家是巩固台派，再往什么？往中间去跨嘛，对不对？我台派先巩固嘛，所以我不能打压台派嘛。你不能说他妈高金素梅是什么？是台派啊？你讲的是讲什么消的啊？这样是完全不对的论述哈，因为你这句话吸引不了蓝的。但是已经把绿的往外推了，所以我很看不起这个家伙，看了我告偷一来了。妈，他如果要选的话，我们第一个出来骂他。我跟你讲，李正秀收到内政部的文件丢掉，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根本就一纸行政命令，你有双重国籍，当然你不能当立法委员啊！以前李庆安、李庆华是怎么回事啊？这又不是没有前例可循。这款代志还要让他这边闹吗？第一时间就把它拿掉了，好不好？这款代志本来是第一时间就要拿掉，不用拿到现在让人民来讲，我们看了是会非常讨厌的，好不好？好，0800-150块短，谢谢。Hello， 廖董 ，AIT 鼓励人处长，我只要讲这一段哦，我这段我有传哈，用 AIT 处长鼓励人跟张景莲分处长去海巡署探访，这行为是不是也验证台湾是美国的？不嘞，对不对？其实你看了哈 ，AIT 一直以前AIT 都是暗示，现在 AIT 一直在明示跟你讲了，对不对？他既然他敢说你台湾地位未定论嘛，他上我们的军舰呢？那军舰是我们的国家机密他为什么可以去？又一次在证明他不停的在证明嘛。不停的在证明台湾是美国的嘛？这点蓝白，他现在还控看秋，你听吗？他真的，他们对国际的局势非常的不敏感，所以他们会做一些错事，你继续下去，他们会很惨啊。我觉得古立言的事情，古立言还会在不停的出手，你相信我，他出手的才抓一个。高金素梅啊，他们是说什么国防预算要互委啦？那有好笑啊？有好笑啊？你是外搞？你觉得这些人怎么来当烈士啊？来出来当烈士啊？不是说不怕吗？不是说古立言是个小角色吗？是个小科长吗？不气看啊，继续弄啊，是不是？没有人敢去跟美国呛声了。到目前为止，跟美国呛下来，没有一个合位了，因为美国人是很有血性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美国人是很有血性的。你给呛虾一转，他绝对会让你难看的。我跟你讲，他绝对会让你痛不欲生。不会啦，你别烦恼啦，不要手软，那有可能手软啦。我已经讲过 N 多次了，美国人在国安问题上，他出手是非常狠辣的。果然嘛，一个一个出来了嘛，直接跳出来嘛，好。高金，你知道？我昨天讲过，我昨天跟那个陈凯丽讲的时候，我讲过了嘛。高金要抓高金，抓他哥哥。他哥哥在厦门有一片的工业区，整个利益都给他哥哥在管。共产党给他一片工业区的利益给他去管。当然现在生意不好，工业区也没什么利益了。但是我就问你了，他哥哥是个非常好色、非常窝囊的男人，因为他跟陈凯丽是好朋友，以前是好朋友。陈凯丽跟我讲的，
我讲我负责。他哥哥没有任何能力，为什么？为什么他共产党会给高金的哥哥这么大的，很你多一下的大饼给他？当然是间接笼络你高金了。所以金流在哪里？在他哥哥那里，好不好？你去查高金，查哥哥。不过我相信已经查了啦。现在是国安介入哦，各位你要弄清楚了啊！啊，讲的是什么助理费，什么贪污？不是哦，现在是国安局介入哦，国安局介入绝对就是反渗透法，所以他这次很难，你看他已经害怕到哈装死了，我呢去上急诊啊，对吧？伊那不是惊掉伊免，他不用演这一出了，他知道他出事了，而且你看哦。郭炳栋没有几个人敢帮他讲哦，除了那个罗志祥，可能跟他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哦，不晓得罗志祥跟他有没有一腿啊？这个人这个时候跳出来是找死，其他有人敢讲吗？所以我是不是一直就跟赖清德讲，你那个退将啊，那边亲共挺共俩三个哦，就怪有啊，有影无？各位我这样讲对不对？我讲了多少年了？你只要抓几个，他们就乖了，你看。一个高金素梅让整个什么声音没去，他们这些人声音最近都没有声音了。然后军购互委了，臭西人，要不开戏？你们拜托我，你们开戏还没开始，你可不可以继续抵抗一下，好不好？你可不可以继续抵抗一下？你不要这么快就投降，好不好？那这个战争还没开始打你就投降，我都觉得还不过瘾呢。我想说，等你顽抗一点了，顽强的抵抗一点呢，我们再一举跟你歼灭，大家就欢喜。啊，你都要不开始怕，你就导航啊，一点都不好玩，一点都不好，对吧？对啊，王世坚的挺高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你们你是有关系啊？你们是不是有一腿？妈的！对啊，我不了，别讲这啦，这讲个怨气哈。对啊，所以说你看了哈 ，AIT 上了台湾的那个什么，上台湾的云林舰啊，这个也是个意义啊，一点一滴啦哈。对我讲了嘛，你耐心的一礼拜抓一天啊，我 AIT 每个礼拜给你助攻一下嘛。你要知道，美国人能够助攻的东西太多了，你们这些所有的人。你们的金流都在美国掌握啊！美国只有这个本事，你的金流绝对逃不出，美国人的掌握。所以美国是看你要不要丢出来。我先丢一个高金素梅，看看反应怎么样，然后再丢，对吧？所以汪 AIT， 你要帮台派的哈，在年底大选成功的话，你也要继续不停的丢出来了。所以什么？蓝营很难打，蓝白很难打吗？蓝白很好打啊，司法都可以把他们全搞定啊！你说这些人没有拿共匪的钱，你信吗？谁会相信？那没有拿共匪钱，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生他养他的地方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对啊，我常常讲啊。政治没有偶然啊！你的政治偶然那个都骗人啊！所有政治都没有偶然，政治一定发生不合理的政治，一定要背后不可告人的因素嘛。这我不是讲很多年，你用这个原则去办事情，没有一件办不成功的，对吗 ？Crystal 75块短链谢谢，因为廖董讲国民党真正历史，我才知道孙文、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整个国民党都有计划的灭杀台湾民主的刽子手，国共都是台湾的敌人。谢谢廖董不断的传播真相，我一定会继续传播的。国民党不会对我讲的啊，国民党若无对我这想，我死亡5万块了。跟你讲，我会跟你干到底啊！国民党不要这么快倒，你这么快倒啊，这个仗打起来不好玩。你坚强一点好不好？国民党坚强一点哦，你只要承受我的打击，我还没有完全出手了。等我政党成立之后，我说政党成立之后，我们会让我们的什么党主席行文给各个大专院校，
看可不可以我们去什么去演讲中国近代史国际关系。我先不讲政党哈，我不讲政党好不好？我讲国际关系，台湾的国际关系地位，中国近代史，国民党的近代史。我们都讲，我们都在大专讲这些，我们先不要去讲说，哎，我台美党怎样？当然我们要入美也可以，我带一下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啦。啊，如果可以的话哈，我愿意每天奔波到哪里我都愿意的。你讲我今日去台东，明仔去台北，我都很开心哈，我改车开的，我都去讲啊哈。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的晚年会过得非常精彩。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我就想把这些东西传播出去。不过现在好像真的已经开始什么？我真的感谢吉米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后制了。我们这些后制太优秀了哈，所以我们的后制是非常优秀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后制有很多很优秀的，很多高科技的人才啊。我们后制就有高科技人才啊。当然他不太愿意我讲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后制人都知道了，这些人在帮我们国家。对啊，跟你刚才崩进来讲哦，塔山丽姐最厉害。我按了这里，你看你周围都这么厉害的人，不是我厉害，是我们做对的事情，是吧？他凭什么？我又长得又不好看，他妈的又没有，我又没钱。第一，我又没钱，我又不好看，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做对的事情而已啊。所以说，能够聚集一群非常高阶的朋友，今天有一个名人了，名嘴了，他可能要参选了。他约我见面了，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之前也很多人在找我们的哈，那之前都是比较地方性的，他不是什么，他不是非常有名的人，现在已经开始有名人在找我们了。你知道我们是有能量的，我们党还没有组起来的，不要讲不是财经的。我们党还没有组起来，我们今天就有这么多能量。你觉得我们继续奋斗下去，从今天开始坚定不移的奋斗下去，会怎么样？我们成为第二大党一点都不奇怪，我跟你讲，我们成为第二大党真的一点都不奇怪。你相信我这句话哈？我怎么做给你看啦？做给你看啦。我知道是谁啊。不啦，因为确定了就才会讲啊，现在还没不确定，我们不好意思讲了，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在想的，因为一句话讲崩，怎么冲阳我嘛不知，对吧？因为是透过中间人来讲的嘛，所以我也没有问他为什么，只是我心里在想，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也参选过嘛，他也曾经用无党籍参选过，所以应该是有想要加入我们政党参选的，一定是安尼，我跟你讲。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在各党没有被提名的都来啊，你只要你有一定的实力，我们台民党可以挺你啊。我们真的第一次，我们叫什么出世提升，对不还是什么让他震惊天下？我跟你讲，真的会有，慢慢等哈，你们慢慢看好戏。台北党先第二，当然啦，我现在才会感受现在要第一了，是吧？但是我先跟各位讲啊，打趴国民党一点困难都没有，打趴国民党一点困难，你只要给我时间，我一定可以把他打趴的。当然一定是这个人品一定要问的，我们一定要查了，查他有没有犯罪的前科嘛，这个是必然的，这不用讲啊。虞美人怎么可能？我看得上他嘛？虞美人，虞美人来，你觉得我会要他吗？实在是，那个人叫什么？不知死活，你这样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然后呢，就觉得他有能量去选立委，太把自己的高估了哈。因为你台湾那种可能，台湾现在还会这样吗？还会选这样的人上去吗？国民党作恶忘义是真的哦，各位，我们先做大，先打趴国民党，一定要把国民党打趴了。
我这样各个场合持续的去讲中国近代史，把他国民党这些人呢完完全全什么，我真的可以把他们挖了精光，你知道吗？现在他们在我面前，他们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啊！你看他们拍出来讲那些，你看我那一集，他们有留言啊，你去看啊，那有一个叫什么太什么的专家，你看他在讲什么？一公开经验哦，他想反驳我，他就我你怎么可以侮辱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国父？可是他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他用 AI 抓一抓来放进去，要来污蔑我，可是没有用啊！我一点一点把他，他每个留言我都给他2句话就把他反驳回去了，清气溜溜，一点能量都没有，这是国民党的人啊！我跟你讲，到今天还会认同孙中山的人，表示啥？表示这人是没有思想的。好，我们为什么说西方撒旦共产党是谁引进的？中国百年的苦难、数十年的杀戮是谁造成的？这个代志真的非常重要啊！明奇是150块斗内，谢谢。这个代志是正本清源，让所有的华人看懂这件事情。啊，你这当然是毛泽东干的，我就问你啊，毛泽东是执行者，好不好？毛泽东是杀了很多人，但是这个事情谁造成的？谁造成的？他们也承认啊，如果不是孙中山跟蒋介石去舔共、舔苏联，引进苏联的势力，拿苏联的钱、苏联的教官，北伐这什么一个叫拜伦的什么人，是他4大将军之一领导了嘛？你用苏联的钱、苏联的武器、苏联的教官，然后什么替苏联守住日本嘛？苏联最怕的就是世界上唯一打败过苏联的是谁？是日本嘛？日俄战争嘛？所以苏联想用一点钱来收买中国，然后成立一支部队帮他抵抗日本嘛。结果人家段祺六也不愿意啦，也不愿意跟苏联合作嘛。陈炯明也不愿意合作，就你孙中山嘛。孙中山这种货色，嘉伦换元帅对，孙中山这种货色，他欣然接受啊，各位啊，而且他黄埔军校成军之后，第一件事情灭了广东商会2万多人被他杀光了，而且广东商会广州13行，你们听过没有？那个当时这些广州商会富可敌国，因为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叫广州，所以广州商会好起来，跟江西人。孙中山把这些人灭了，杀了2万多人，然后抢夺他们的资源。其次，接下来才打败陈炯明，占了广东地盘，他才成为一个稍微比较像样一点的军阀。否则他们当时的军阀的实力在全国20名都排不进去。这一点我随时都可以讲啊，让每个人都知道。我讲，你不，你的反驳可以拿出来讲，看我哪一点讲错啊，信不信？所以到底中国人的苦难是谁造成的？蒋介石硬要帮苏联抵抗日本，所以死了几千万人，对不对？最后又因为什么引进苏维埃政权，是不是他们引进的？你们自己说嘛。引进苏维埃政权，最后才有毛泽东做大。毛泽东做才20几千万人了，这个事情始作俑者是不是他们两个？是不是孙文跟蒋介石？你们可以反驳。国民党有能力来反驳啊，我接受你反驳啊。我哪一点说错嘛？是不是哪一点说错？你可以把我讲的是错的地方的细节讲出来，不要用那呼口号，我很讨厌那种呼口号的人哦。你把我讲错的地方我讲，如果我真的讲错，我道歉。如果我讲错，我道歉。中国的苦难就是他们两个搞的，中国最大的恶魔就是孙中山跟九盖九，所以居然把这个恶魔现在挂在墙上，我们的总统还要跟他鞠躬。我每次看到这个，我真的会恨死真的。可是民进党搞我处理这台棋，民进党也要处理这些事情吗？各位，民进党你不处理这些事情，等我们来处理你。我告诉你，你已经执政几年了？民进党你们执政第18年了，老弟啊，你们执政第18年了，你们有想要处理这件事情吗？你们不处理吗？不处理，我们会告诉台湾人，民进党嘛失去理想嘛，所以我们现在台美党的理想就是直接规赶来给你
进入美国。有人说啊，高市长嘛这么强势，日本要崛起。我说啊，我们3条线啊，主轴是大使负责美国嘛，我们秘书长负责日本嘛，我负责台湾嘛，我们3条线去并行不悖啊。哪条线先走出路来没有关系啊，搞不好日本高市长嘛，今天把日本带到一个巅峰状态，说好了，以高市长的 keeping 哦，以他的高市长的 keeping， 他也许他会抢在川普之前把台湾收纳进去，我也愿意啊。因为我讲哦，台湾只要跟日本签了防御条约，共产党就绝对不敢打了。你要相信我这句话，非常的简单，避免中国打台湾的那个什么地缘政治风险，你只要跟台湾跟日本签下什么，签下共同防御条约，这个等于就完成了。那你不是要入美吗？没有关系啊，我的原则是只要能保护台湾，什么事都可以啊，入美也可以，回归日本母国也可以，跟日本能够签订防卫条约，把台湾保护好了，我也接受，就这么简单。我们是为了台湾的理想着想，我们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狭隘的想法哈。哎呦呢，对啦，这个是我要讲一下哈。最近啊，我很多很久没有讲周威廉的事情哈，那个老周的事情我很久没讲了，对不对？他最近用了一个网站在什么，在投票，这么联署，但是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募款的。很多人不知道，把它丢到我们的群里，我们的群里有人在什么用信用卡给他捐了。这件事情我要跟你讲，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的，这是周威廉干的，所以我们会去立案，我们就想说这个，因为什么呢？周威廉不敢阻挡，却敢去什么募款，一些这么大那条，阻挡是正当然是他不敢阻挡哦，可是他没有募款之职哦，我问你，我到今天都不敢募款，因为我们政党还没有成立啊。你有看过我募款过吗？我不敢募款，因为我政党还没有成立，我都不敢募款。他什么组织都没有，他敢募款。好，所以我现在是说，我们会在什么？会在检察局备案，这在跟我无关的。他的51州跟我的51州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啊，他说我敛财啊，我敛财，我到今天1毛钱也没拿过啊。是吧？今天有人捐了钱，我直接拿给秘书长啊，大家都捐的人也看到，我说这个我不要碰钱，你懂吗？我从大罢免到今天，到我们社团到今天政党，我都不会碰钱，没有人能够看到我碰钱，我钱全部给秘书长处理，我不要去碰这些钱。那么做的事就这，不要被钱给绑住嘛。万一你都碰钱，万一然后不小心就出了什么事。就谁小，你知道好，所以这个事情本来我不是要打击他，我只要跟各位讲说，要看清楚，那个跟我没关系，好不好？他们在募款跟我没关系，虽然他们用51州的名义，但是那个51州跟我这个50州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不讲51州了，我们讲陆美联邦，但是我们要去一定要去备案了，不各位讲，哎呦，这大家以为说这个就是你在募款了。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对外募款过，好不好？所有的朋友，注意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募款，所以任何找你募款的都是骗子，因为我不会这个时候去碰钱，这个时候人家多少人等着要打你，你怎么可以留一个把柄给人家？我有那么傻吗？各位？我会傻到去碰钱，然后留一个把柄给你们去打吗？神经病啊！好，安利要这个东西就可以讲清楚了哈。我也不是要讲他什么啦，你告传播高税不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的群里已经有人被骗，不是说被骗了，以为是我们，然后他用信用卡在里面缴了嘛，所以一定要讲清楚。所以我已经让秘书长去查这件事情了哈。去查这个，然后请我们主席要去备案了啊！不，真正虽小，我们被人连累了，很倒霉，是吧？是不是？因为其实募款它有一定的规矩，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募款的。他又没有组织，又没有政党，什么都没有，你敢募款？政党都不敢组政党，他敢去募款？你看这他个破的，这样你知道？
而且哦，好笑什么？张陈凯丽给他讲啥呢？他说我们老周哦，现在天天打电话给谁？天天打电话给袁宏斌，但袁宏斌要切割我跟陈凯丽，哎，基本上去下跪去倒，你知道吗？到处去梗倒啊，然后他跟袁宏斌讲什么呢？袁宏斌不理他嘛，袁宏斌知道袁宏斌要跟我们合作的人嘛，袁宏斌是富国党的精神领袖，哎，理论大师，哎，我跟富国党是盟邦，哎，所以我跟袁宏斌也是好朋友，哎，你去袁宏斌跟袁宏斌倒，我被冲瞎啦，谁理你啦？然后袁宏斌不理他，他说什么？他说你别去个台独大佬倒啦。讲啊是台独大佬是你嘛讲一下来听，我嘛想哦，这台独大佬，你去个台独大佬倒跟我有什么关系？台独大佬对我有什么影响？你嘛讲了我批判啊，对吧？台独大佬是提携过我，还是给过我政治现金，还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在乎什么台独大佬？所以你看这金嘛，给你捂出来，你知道哦？上一次我说要告他，他已经派人来什么？他已经派人来道歉过了，来和解过了。起码想不到他心犹未甘哦，也跟我们刚完哦，啊，不要再弄，还在搞动作。但是我是不想理他了，哎，真的。但是有些东西要讲清楚了，就是大家要讲清楚了。如果不是有利益关系啊，怕被沾染到那个恶心的气息哦，我也不想讲到他，再讲他了，好不好？对啊，大家不要相信啊！所以有关于51州在募款的哈，你们都要看清楚，那个绝对不是我的哈，绝对不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哈。我们如果要募款的话，我们的什么政党下来之后，我们的政党申请了账号之后，我会在节目里面公开募款，现在还不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募款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好不好？好烦啊，那个人，我以前也觉得好烦啊。第一次被他骂，我气得要死。现在我就不觉得烦了，因为这是一个窝囊的人啊，窝囊的人才会本来就你都来跟人家道歉，你都要和解，你还在后面惹是生非，嘿，不是就悲哀嘛，对不对？你如果说当时要跟我站到底，你现在再继续去跟台独大佬啦，跟袁隆斌他们讲啦。也许也觉得啊，我们两个还在做战争嘛？问题不是啊，你当初已经求饶了，欸，你求饶过，今天还在背后做动作，你前面卡小了，哎，够悲哀，你听哦，够悲哀哈。对啊，我们是陆美联邦，我们什么时候讲51州？对啊，你所以说你们看那51州不是我们的哈。不要啦，我没有动气的，我哪有动气？你们讲我他妈讲的人干嘛笑笑讲赢啊？我笑笑讲他，不过我们这个要为了自己的名誉啊，我们要为了名誉奋斗，不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清楚啊！啊，我用狗的足水小你知道吗？节目我们做节目做完之后嘛，秘书长有来嘛，所以我跟陈凯丽跟秘书长3个人聊天嘛，然后陈凯丽讲这个时候，我吓了一跳，我说啊，还在闹啊！哎呀！实在搞好久了，闹成这样，到底想干嘛啊？不是，你去跟袁隆斌讲干嘛？我就问你了，袁隆斌能够惩罚我吗？我很怕袁隆斌吗？袁隆斌有什么？他能够对我做什么？你告诉我。赖清德我都骂了，我还怕你什么台独大佬？行啊，台独大佬难道会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来打我吗？是我也不怕，第一我也不怕啊，第二你也打不到我。咱田无高水无流哈，好玩啦，实在是足趣味啦，哎，对啊，台面党，我请主席去处理这个事情啊，去备案了啊。为什么他以前不募款，现在募款？因为他现在知道说我们51州，我们台面党声量起来了，他就什么想要搭这班列车嘛。搭这个列车，他就说：“哎呦，来，我是51州的创始人啊，所以你们可以有捐款啊，就是这样而已啊。”袁隆斌不会相信这些，袁隆斌是老江湖的老江湖，
其实你要知道，袁弘彬是中国里面少数真的有大格局的人。反共人士里面，我认为袁弘彬最有格局，因为他嘛，一起胡耀邦的人，在当时6·4天安门的时候，6·4之前，胡耀邦是多大的一个人，多了不起的一个人，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支持胡耀邦，所以他是真正的胡耀邦是真正的民主派哦。而我们袁弘彬是跟胡耀邦是有深刻的交情，所以那个时候6·4天安门之后，胡耀邦必须袁弘彬必须要流亡海外，他知道你在那边一定会被邓小平整死的。但是他在中国的所有的那些老朋友，他们都有联络，所以目前为止，中国国内最新的资讯要问谁？问袁弘彬比较准，至少比所有人都准了。其他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听人讲的哈，但是我觉得袁弘彬他是一手资料，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伙伴，我觉得很开心啊，很高兴啊。袁弘彬跟我们讲说不要理他啦，那个老灰啊，老人痴呆啊，对吧？不啦，最起码你不要这样倒啦。你去跟一个不相干的人倒干什么？就是说，袁弘彬，你不要再跟什么，不要再跟陈凯丽他们帮忙，一起人家是陈凯丽的什么护国党的精神导师呢？他们的关系这么紧密，怎么可能为你一个老周呢就跟陈凯丽断绝关系吗？有像囡啊，有像小孩吗？有没有像小孩在扮家家酒？哎，好了。好了，别再小了啊！这真的被那些脏东西惹到，就会觉得恶心了。我现在没有生气，就觉得很恶心，就是啊。还有那个林国成，不是之前不是骂赖清德骂得很难听吗？三字经骂赖清德嘛，现在不是要人家要起诉他吗？还不可以求饶了吗？其实骂呆嘛在求饶啦，我有看到他一个跳出一个片段嘛，哎呦，我今晚哈我现在再回到民进党可不可以呀？作为人哦，人无大，你知道？你看林国成当时在台上那个骂他呢，我还以为我跟你够小叫好，你知道？才开始起诉你就开始求饶了，这些人怎么会这么无耻哦？查甫人迄面皮都不爱顾你啊，肉呆嘛是同款啊。哎，肉呆是不是很久没有去中国啦？为什么去一趟之后这么久没有去啦？我不是讲了吗？他大概很难再去了啦。不管他一个月去几次啊，我认为慢慢可能就一次都不会有了。我也讲过啊，中国的小粉红已经开始针对他了，开始讨厌他了。中国人讲一辈子都我在骗人呢，怎么可能轮到你们这些台湾人来骗我们小粉红的钱呢？其实中国人一定都知道他在骗人，因为他以前的什么，以前视频、以前影片被中国大量传播嘛，所以大家哎呦这个歹毒哎，台独人怎么跑来骗钱？好吧，都让他们自己去，可怜啊，这整个骂在整个精气神都没有了，你们看不出来吗？所以这些人的结局就是这样。高金素梅是一个突破口而已，是个刚刚开始而已，未来会一系列都会出来。如果一系列的没有出来，赖清德你的声望，你提升声望唯一的机会就没有了，对吧？这个唯一的机会哦，赖清德先生你真的要掌握这一次的机会哦。而这次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哦，是整个年底的9合1选举要让它翻盘哦，不要再被人家这种怕 gay 啊，不要再他妈躲在那边被人家当什么打了，好不好？主动出击嘛，是吧？我让你主动出击中共，你要不敢；主动复合川普，你要不敢；主动复合高市长，你也不敢。哎，国内这些小不点你都不敢了，
我们是正正当当拿法律来治理这些人，难道你都不敢吗？快，你如果敢就快一点哦，不要在那个态度，我真的看了很难受啊，看到这深的，好不好 ？Crystal 75块懂了，谢谢。因为中共拍世纪血案要帮国民党翻案，翻个屁呀、啊，越翻越严重，好不好？啊，反而激起台湾年轻人对林宅血案、228事件等历史积极去搜寻真相。这件事结果而言，要感谢中共丢啊。所以我是不是讲过中共不了解台湾的民主？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适得其反，这个我炸的共匪啊！你现在拍这个干什么？其实在国民党立场，这个东西已经淡了那么久了，这么久没有人在谈了，让它过去就好了。他想要拍这个洗白，结果呢，铺天盖地的讯息一出来，死得更快。那我就问你了，一个郑丽文已经够惨了哈，这个郑丽文已经让国民党的选票大概快要没有了，结果给林宅血案出来。年轻人一看都哇，惊死人！原来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国民党是再也没有存在台湾的必要，因为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你了。当时林宅学院所有的疑问，电视上一讲出来，我跟你讲，国民党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而且他们也没有人敢出来反驳。那到底是谁被压着打，就变成国民党被我们压着打？他不要拍这个电影的话，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说，你觉得他们聪明吗？哎，他们没有我们聪明。我真跟你讲，中共哈，中国那些对台湾搞大外宣的，其实真的没有我们聪明了哈。秀89 30块懂，谢谢。王世坚说到228罹难者家属，结果现在忙着挺国民党，真的是头壳坏掉。啊，不是干是，那柯文哲不是赶快。这些人不要再消费228，我跟你讲，你们这些畜生不要脸的东西哦！你的祖先是228的牺牲者，不是让你拿来踩的。你不要这样，你祖先半暝也去找你，我不骗你。柯文哲、王世坚，你拢搞他注意，你的祖先半夜会去找你，这个叫做什么？要不要惊？踩着你的祖先的鲜血啦！前进的人，踩着敌人的鲜血，还踩着朋友鲜血，最可恶的是踩着自己祖先的鲜血啊！这点呢，我们讲安不起下，我就问你啊，他不是踩着他祖先鲜血吗？那你既然你是228受难家属，你对国民党你要做什么？像我们一样把国民党消灭嘛？你们为什么不把它消灭呢？为什么猛民进党的人啊？你们为什么没有要把国民党消灭呢？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多年来，国民党有那么多的什么，那么多的，我讲啦，去宣传近代史啦，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啊，宣传228啦，宣传什么林义雄林宅血案啦，宣传陈文成啦。我跟你讲啊，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让国民党重伤，可是民进党没有在做啊，没有关系，没有在做，留给我做。我们一个小党有可能变成大党，就是什么？我们论述正确嘛。我常常讲哦，一个团队不停的做正确的事情，不停的做正确的事情，你的发展就会很惊人。这当中不要有任何突切的代志。我觉得由我来掌舵的话，我们不会突切，我们的政党不会突切，你放心好了。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嘛，对吧？柯文哲本来就有能量啊，他不贪污什么事都没有啊，可是他贪污了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很警惕这个哦，我很警惕这个哦，是不是？我到今天不会碰钱啊，什么任何捐款我都不碰的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好。安尼啦，就是咱的未来价值啦，我们未来的价值啦。福建170块懂嘞，谢谢。嘉义饼60块懂嘞，谢谢。好，是啊，不想消灭国民党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质疑他，问什么？这些，你们说他外来政权，你们也知道，他是，甚至我跟你讲哦，他连什么，连什么，连流亡政权都快要不算了，对不对？我就问各位了，
当时麦克阿瑟让国民党来在台湾什么托管的时候了，那个时候蒋介石不是总统，蒋介石一方军阀而已啊，你弄清楚啊。那个时候总统是李宗仁啊，这个人来到台湾之后，重新建立中华民国，所以这个中华民国跟这个他们来台湾建立中华民国跟什么？跟中国的中华民国又不一样了哦。就像你们中国的中华民国跟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又不一样了哦，弄清楚哦，这是两个断层哦，你硬要这样扯啊，硬要这样扯，所以你法理上你说不过我们就这样了。我们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法理？台湾人的台独的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样的论述，在台湾人的心目中那么的坚定，因为你有太多东西是说不过去的，说不通的，你知道吗？只是他用强权压制这些啦。那我们现在再把它什么还原历史，我觉得并不困难。你看最近开始讲，开始觉得我们讲这些东西哦，已经在扩散，你知道？台湾地位未定论虽然 AIT 讲了，可是因为台湾的什么政论界没有人在讲，就扩散能力不太好。我就觉得真的是你们在政论这些名嘴真他妈的丢人现眼，我跟你讲。难道你们是为了3000块吗？一个出去会3000块吗 ？AIT 都说台湾地位未定论，你们这些名嘴有哪一个在讲？这个才是对台湾的一切最重要的论述。我就问你啊，他们敢讲吗？好像除了我在讲，有谁在讲？你们告诉我，现在你们看那么多，看到台湾政论节目，有谁在讲？他们 AIT 讲说我们地位未定论，这个衍生出来的东西有多重要？他们没有人敢讲。对吧？按前面争论，按些争论下，你争论在哪里嘛？是不是？不要紧，你们不做，我来做，永远做对的事情。我有一天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能量。这些人我在外下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只要持续做对的事情，持续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土地，我们有一天就会什么？就会成为舆论的领导者。好，试试看哦，气块麦有摘哦，好不好？王瑞德有说，对了，王瑞德会说，但是他的论述不完整，他是偶尔一起插回来啦，插回来你啊。像我这样有系统的讲，确实很少啦。黑屏吗？没有黑屏啊。反共反倒站在中共那边。他们比较在意收视率，对吧？收视率啊，是决定他生死的啊，对吧？不赚钱，他们怎么活啊？是不是？我们被那个什么，被停播7天，对不对？加上我有一天我去台北就8天嘛，加上我开刀3天，我等于被等于停了10几天，11、2天呢。所以11、2天没有播啊，那整个这个月收入整个就差非常非常多嘛。那我们是个人无所谓啊，那他们电视台，我收入不好，收视不好，你得还啊，他们就完蛋了嘛。所以说，哎，不要多啦，这时代哦，我跟嘛来讲啊，未来我们要做事也政党也是一样嘛，政党如果没有资金，他什么也做不了哦。对啊，只有我讲民进党不敢讲的啊，而且我会继续讲，我一直讲，不停的讲，你什么还有？我真的出家了，我不出家，我哪跟你讲啊？我不是讲了吗？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再考虑出家啊，是吧？现在都还在战争当中，我岂不是出什么家了，是吧？我们政党才刚成立耶，这场大战才刚刚开始呢，才刚刚开始，好不好？对啊，入美联邦之后啊，哎呀。要懂亏蓝白的时候很坏，可是你对蓝白越往越高兴。哎呀，蓝白都不是我对气，我都讲这些都不是对手了，是吗？他们派来打我的人，到今天我有哪一个是我对手？你跟你讲，不会简单，你知道吗？你要打我们这种人，你要整个逻辑要很清楚，你逻辑要很清晰，而且你要怎么都懂，否则你要跟我要打击我，要跟我辩论，你很少会赢我的。
所以我跟他呛声一下呢，我不怕啊，来啊，公开也可以啊，在你的节目，在我的节目辩论我都接受啊。气话嘛就知啊，前面有这什么？什么叫正义？我们正义走遍天下啊，是不是？台美党怎么会怕打压？我他妈共产党我都不怕了，怕你台湾，笑死人！我问你呐，有谁敢像我这样在中国就开始反共？有谁？你跟你讲，转台湾有什么人？我都自己都觉得我这当时勇气是哪里来的？我等下来再开始有时候会惊了哟，我这他妈晚一步出来我就出不来了。我今天就像李明哲一样了，是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其实我常常讲，那个都是一步一步的，然后一步一步陷进去，你知道吗？我当时在中国只是说他们找我来讲台湾的民主过程。我记得我第一次演讲是台湾的民主过程啊，台湾的民主现状，台湾民主未来展望嘛。我第一集讲了30分钟嘛，那个那个短语音啊那个被人家做成一个音频，30分钟音频啊，传了1000多个群，我去盖了请啊，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啊，对，我们来传播真相给中国人。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反共这个事情哦，我那时候没有想，我那只是跟他们吹牛，台湾有多好多好哦，你龚辉啊跟你讲哦，什么黄种人不适合民主，我骗你的，我们台湾民主走得很好。一开始有这种民主的优越感呢，我就说我得给你传教的感觉，我就跟你们讲世界的真相。没想到越讲哦，愈讲愈险了。讲到尾说啊，就你们所有的问题就是这种共产党啊，你们症结在共产党嘛。最后就说共产党症结就是习近平啊，靠压攻了习近平都做代志啊，我们是这样来的，一点一滴陷进去的，不是说一开始我就要跟习近平作对，我没有，我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一开始只是想干嘛？只是想传播点真相给他们知道而已。但是我认为呢，这一切都是天意啦。如果没有在中国做那么多10年的这些工作，我回来也没有那么多话题可以讲，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灵感，我也不用说一天做90分钟，他妈什么资料都没有就可以这样讲，因为常年训练出来了，好不好？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啦，这就是人的命运啊，这是天意的，上天在安排的事情。这个事情我是真的认为有天意在，因为我是一个就普通的人，今天走到这里，如果不是不是天意，我走不到这里，好不好？要超过90几分钟了好了，现在到这里为止了，现在到先追攻心追了哈，希望了哈，我们开始吧，我们这些人开始继续，3月中3月底之前把政党弄下来哈，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计划，好不好？需要各位继续坚持，继续支持我们。你要救你的国家，救你的家人，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族，很简单，支持台美党就好了，不用你抛头颅，不用你洒热血，我们在台湾就可以可以让台美党成为第1大政党、第2大政党，把国民党打掉的机会是非常高。国民党跟蓝白已经完全没有理想了，你们去看他们理想在哪里啊？我就不相信没有理想可以带领那么多人，我真的不相信。政党没有理想，怎么可能带得动人呢？况且我们出了一个更有理想的台美党出来，这个世界会靠向我们的，好不好？感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先休息为止哈。